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为什么喜欢王一博？这是我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我为什么喜欢王一博？我不是一个情感丰盈到可以外溢的人，更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，而且还有过看身边人追星嗤之以鼻的黑历史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我，却从2019年那个炽烈的夏天开始，直到今天，我仍旧默默追随着王一博，为他的每一个高歌阔步而高兴，为他的每一个黯然悲戚而神伤。甚至不惜为此注册一个账号，在为五斗米折腰之后的夜晚，坐在陋室孤灯下，为王一博写上几行文字。为什么喜欢呢？当我又坐在电脑前，决定认认真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没想到答案就像一泓清泉汩汩流出。一、真实。预言是预言，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。对于真实二字的解读，我愿意用一书的这句名言开篇。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，但又有几人能够做到真实呢？我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做虚伪的自己。但就在这一片自欺欺人又被别人欺的混沌里，王一博仿佛是盘古开天辟地留下的那束光，告诉世界，任尔东西南北，我自岿然不动，行真实事，说真实话，做真实人。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像在天天向上有人质疑他的主持时，直言主持的钱我拿了，伴舞的钱我也拿了。像乐华12周年单彩，面对记者煽情的提问，你想对粉丝说什么？张口就是我没有什么想说的。包括后来无名宣发期间，就是因为一句我觉得你的提问没有意义而被攻击的体无完肤，而依旧毫不动摇，就是坚持做自己。我从来不自欺欺人，我只看真实。安妮宝贝的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王一博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以至于有时我都有点错乱，这孩子是不是傻？但当自己在俗世泥沼里摸爬滚打时，才知道能够坦率直面不虚伪的做人做事有多艰难。这样的真实，这样的勇气，不能不让我心生敬意。二、专注。学问上精专，研磨贵纯一。曾仕林早在他的名著《论学问》里就曾经对专注下过如此精准的定义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专注的人会发光，而王一博正是这里面最灼灼其华的那个。骑摩托，那就要骑到领奖台上；唱歌，那就要一个川字都可入魂；舞蹈，那就要连冠军都止不住他律动的脚步；当演员，那就要在领大奖的清晨还要完成当天拍摄任务再出发。王一博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箭头，笔直的射向自己的目的地的箭头，绝不流连顾盼，也绝不旁逸斜出，更不半途而废铩羽而归。只要他认准了，他的世界里就仿佛只有出发，在路上，再出发。这样的不问成败不计结果，这样的对梦想的坚守，这样的执着，这样的专注，至少曾经在人生的岔路口唤醒过我，让我记起蒙尘的理想，而赶快擦亮，抖擞精神再起航。这又怎能不让喵猪心怀感激？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三、骨气。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呼喊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关于骨气的名言。人无钢骨，
安身不牢的道理谁都懂，但差别在于，有些人在嘴上，而有些人在行动上。王一博恰好就是后者。耐克辱华，多少人等着看王一博的笑话。家国大义在那些人的嘴上，无非就是显示自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而变成攻击王一博的华丽丽的武器。借用前夫李谢若琳的名言，就是嘴上全是主义，心里全是生意。但这些人明显失算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度量，自认承担不起解约的代价，自然就认为王一博也没有死魄力。当王一博连夜解约，第二天直接脱鞋上班，就这样的钢骨，打了多少懦夫小人的脸。一波又一波的造谣污蔑，连我一个隔着风暴眼10万个筋斗云的距离的吃瓜小群众，都不难感受那阴森森的含义恶意。但王一博该吃吃该喝喝，鱼鳖虾蟹不入流的，连一个白眼都吝啬给。小卡拉米级别的，就直接一纸声明辟谣，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的，更没有废话。律师函直接包邮入户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我一直以为大丈夫只存在典籍里，但万没有想到，居然让一个25岁的年轻人完美诠释了，这又怎能不让我感慨万千？写到这里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的喜欢王一博，居然没有颜值。但随即我就释然了，漂亮的皮囊只是时光开出的绚烂的花，花时一过，时光就要收割去这副璀璨，而后毫不留情地将其丢进自己的垃圾桶里。但时光也并非总是如此无情，有时还会献上自己的祝福。就像蔡崇达写了一本书，书上的几句话我记忆犹新，如果皮囊朽坏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好吧，你告诉我，还有灵魂。这就是我，一个最基层小粉丝最真诚的告白。原来，我喜欢的，就是这个立体的、自由的、清醒的、独立的、刚毅的、真实的、无瑕的，而且是鲜活的灵魂，不管他是叫王一博，还是王二博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